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元宵节汤圆别只会用来煮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一个汤圆您从没吃过的做法，出锅软糯香甜，入口即化，比梦龙雪糕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袋这样的速冻汤圆，这个汤圆呢，超市里就能买到。我们平时煮汤圆呢，都是直接下锅煮了就吃了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，把这个速冻汤圆放盘中解冻几分钟。接着起锅烧热，倒适量的清水，水呢可以多放一些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烧至微开，底部冒泡泡，像这样的时候往里边加一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防止煮汤圆的时候汤圆破皮。搅匀后再把汤圆放入锅中，刚放进来的时候先不着急搅拌，先给它煮1分钟，把汤圆煮至定型。如果这时候就搅拌的话，汤圆表面的这些糯米粉就会掉下来，而且汤圆很容易破皮。可以像我这样晃动一下锅，让汤圆受热均匀。1分钟后，用铲子像我这样轻轻地推动一下，防止粘连在一起，全程开大火煮，大概需要煮3-4分钟左右。汤圆全部漂浮起来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再往里边加入小半碗凉水。我们煮汤圆时需要点3次凉水。点第1次凉水是为了让汤圆表面的糯米皮迅速降温，阻止它因为持续高温而过度膨胀，避免出现破皮露馅这些情况，这样能让汤圆保持完好的形状，还能让它内部继续均匀受热。再次烧至微开的时候，再第2次加入凉水。第2次加入凉水呢，是进一步巩固这一个效果，让汤圆在一冷一热的交替过程中更加熟透，同时也让糯米皮的口感变得更加软糯，吃起来更有嚼劲。再次烧开后，我们在第3次加入小半碗凉水。第3次点凉水呢，就是确保汤圆彻底的熟透。经过这几次凉水的调节，汤圆内部的馅料也能被煮得恰到好处，整个汤圆口感软糯细腻，每一口都超满足的。所以压着看似简单的点3次凉水步骤，可是让汤圆好吃又好看的关键。汤圆再次烧开，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，然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其实呢，这一步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，但是为了吃着更香，我们再多做一步，放凉后再把汤圆控水捞出，用勺子舀出来放入汤圆盒里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再放冰箱冷冻1个小时。接着准备50克花生米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花生，把花生清洗一下，简单的淘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花生放入锅中。刚开始的时候开大火翻炒，把花生的水分炒干。花生的水分炒干以后，转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花生微微变色，并且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像这样说明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入盘中放凉备用。放凉后再把花生皮去掉，放凉的花生皮是很容易去掉的。去皮后再准备一个这样的漏勺，把花生倒入漏勺中，用漏勺过筛一下，把花生皮过滤出去。过滤好的花生米再准备一个保鲜袋，把花生放入保鲜袋里，封口处收紧了，用擀面杖把花生压碎。
也不用压得太碎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压好后放入盘中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2块这样的黑巧克力，把它切碎，大约有9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，再加入5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再把巧克力放入锅中隔水融化。在融化的过程中，用勺子像我这样搅动搅动，这样可以加速黑巧克力和黄油融化的速度。巧克力和黄油完全融化后，再把花生碎放进来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再把它取出来。现在我们的汤圆已经晾制定型了，把它取出来，用一根竹签取出一个汤圆，再放入巧克力的碗中，给它均匀地裹上一层巧克力。冷冻过后的汤圆放到巧克力中，沾到巧克力，巧克力很容易定型的。表面的巧克力凝固后，再把它放入盘中，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像梦龙雪糕。每一个汤圆都用同样的方法，给它裹上一层巧克力，定型后再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梦龙汤圆就做好了，表面裹满了巧克力，看着像浓浓冰淇淋一样，浓浓的巧克力香味扑鼻而来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我用的是黑芝麻馅的汤圆，先把它煮熟，再放冰箱冷冻1个小时，让它的口感吃着更劲道，更有层次。接着给它裹上一层独特的巧克力，这巧克力加了黄油和花生碎，一口咬下去，先是巧克力脆皮带来的浓郁醇厚，黄油的奶香，花生碎的香脆交织在一起，嘎吱一声超带感。再往里黑芝麻馅的醇厚香甜，瞬间在嘴里散开，那软糯细腻的口感和外面的脆皮搭配的恰到好处，甜香在舌尖萦绕，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，完全可以媲美外面买的梦龙雪糕，真的是推荐大家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